大家好，欢迎来到明眼三千里的频道。就在过去的这几天，如果你是一个只看股票 K 线图的人，你可能还沉浸在 SpaceX 收购 xAI 后估值冲破 1.25万亿美元的狂欢里，还在算着马斯克的身价又涨了多少个零。但是如果你把目光从那个绿色的数字上移开，哪怕只移开1秒钟，去看看 xAI 帕洛阿托总部的办公室，你会看到一幕极其惊悚的画面。就在前天2月10号 xAI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那个一手把 Grok 3的推理能力拉升到了恐怖级别的天才 Tony Wu 吴以怀，在 X 平台上扔下了一封告别信走了。紧接着时针还没有转完2圈，不到24小时，昨天早上另一位重量级的大神 Jeffrey Hinton 的亲传弟子 Transformer 架构的核心优化者 Jamie 巴也宣布离职。这就不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了，这是一场大逃亡。至此 xAI 那个曾经群星璀璨的12人创始天坛已经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里还有人在收拾箱子。还记得上周二，也就是2月4号那期视频里，当时我说 SpaceX 吞并 xAI 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并购，那是马斯克在打造一个火星总督，他是为了解决物理算力强，把 xAI 变成星际殖民的操作系统。当时还有人说我是在写科幻小说，说我又在贩卖焦虑了。结果呢，1周后这2位顶尖科学家的出走，恰恰验证了我上期视频那个看似疯狂的推论。大家想一想，什么是火星总督呢？总督的任务是管理氧气、分配电力、控制飞船。他的第一铁律是绝对稳定和绝不犯错。但托尼吴这种科学家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搞探索的，是搞破坏性创新的，甚至是为了寻找真理必须要创造混乱的。当马斯克决定把 xAI 变成火星那个严丝合缝的操作系统时，这个群就注定容不下那群仰望星空想要破解宇宙奥秘的疯子科学家了。这不是背叛，这是属性不合。不过仅仅是因为理念不合就放弃即将到手的亿万财富吗？我相信现在屏幕前 99% 的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科学家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呢？你想啊， SpaceX 刚刚收购 xAI， 新公司估值上万亿， IPO 就在2026年下半年，也就是几个月之后的事。在这个节骨眼上，只要你在公司里哪怕是躺平装死，只要熬过这几个月，你手里的期权那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真金白银。这不仅仅是财富自由，这是阶级的跃迁啊。在这个时间点提离职，在普通人眼里，这简直就是把还没兑奖的彩票撕了扔进马桶里冲掉，这是跟钱过不去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极其反直觉甚至有点扎心的真相，如果你觉得他们亏了，那你就是典型的韭菜思维。真相是托尼吴和居米的这次离职不仅是亏钱，反而是硅谷历史上最具教科书级别的一次高位套现和财富神操作。咱们今天先别谈情怀，先谈钱。咱们把这笔账算明白了，你就知道这帮智商180的天才在搞钱这件事上比华尔街那些穿西装的还要狠。首先我们要打破一个认知的误区，离职等于放弃期权。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硅谷的期权都是分4年归属的，你干满1年拿1/4，中途走人，剩下的就没了。这没错，这是给普通打工人的规矩。但是到了联合创始人的这个级别，特别是涉及到这种几千亿美元级别的超级并购案时，他们的合同里通常都会埋着一颗核武器级别的条款。这个条款的专业术语叫双触发加速归属 Double Trigger Acceleration， 听起来很拗口是吧？我简单翻译一下，这个条款的意思是，如果公司发生的控制权变更，
这是第一个出发点 ，chain of control。比如这次 SpaceX 全资收购 xAI， 紧接着高管因为正当理由离职，这是第二个出发点。那么他手里原本需要未来几年才能拿到的期权，会在离职的那一瞬间全部立刻100%的归属。听懂了吗？也就是说，套尼吴不需要在马斯克手下熬4年，他只需要利用这次收购的机会，配合律师走完程序，他就能当天把未来4年的钱一次性全部拿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现在走，而不是3个月前，也不是3个月后。并购案签字的那一刻，就是他们财富自由的发令枪。而且这还没完，更骚的操作在后面。大家想想，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以前在 xAI， 他们拿的是 xAI 的期权。xAI 是什么？是一家初创公司，虽然估值高，但风险极大。如果 Grok 4失败了，或者监管重拳出击，这股票可能瞬间变成废纸，这叫纸面富贵。但是 SpaceX 收购 xAI 之后，他们的期权被置换成了什么呢？置换成了 SpaceX 的股票。SpaceX 是什么呢？那是拥有星链每年几百亿现金流，拥有火星船票垄断权的硬资产。而且 SpaceX 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内部回购机制，据说现在的内部回购价已经到了一个让外界根本无法拒绝的高位，420亿美元一股。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离职，他们把手里高风险的彩票瞬间置换成了一种随时可以变现的蓝筹股现金。这哪里是辞职，这分明是把筹码落袋为安，完成了从赌徒到富豪的惊险一跃呢。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还是想简单了。如果你去咨询任何一位硅谷顶级的并购律师，他会告诉你，在这个时间点离职还有一个更隐秘的理由，那就是为了躲避那个让所有高管闻风丧胆的黄金降落伞税，也就是美国税法里的 Section 208G 条款。这个条款规定，如果高管在并购期间拿到的补偿金，包括加速归属的股票，超过了他过去5年平均年薪的3倍，那么超出的部分不仅要交普通的所得税，还要额外再交 20% 的消费税，而且公司还不能把这笔钱用来抵税。这是一笔巨款啊，朋友们。对于几千万美元的包裹来说，这 20% 就是几百万美元，甚至上千万美元的损失啊。那怎么避税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并购后的过渡期内，通过重新谈判离职协议，把一部分的遣散费定义为过去服务的咨询费或者竞业协议的补偿金，从而绕过208G 的计算公式。所以你看，托尼吴和居米走得这么干脆，连头都不回。我敢打赌，他们背后的税务律师团队早就把这笔账算到了小数点的后2位。他们不是愤然出走，他们是带着计算器笑着离开的。所以别再用这种好可惜啊，错过了 IPO 这种眼神去看他们了。人家现在的账户余额，你得把手机横过来拿，才能把那一长串的零给看齐了。但是朋友们，钱对于这帮顶级大佬来说只是最基础的保障。如果仅仅是为了钱，他们大可以拿了钱之后去买个岛，天天钓鱼晒太阳，但他们没有。托尼吴在告别信里说要去搞个小团队， Jimmy 说要重新校准梯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财富自由之后，促使他们必须离开 xAI 的还有一个比钱更重要更致命的原因。这个原因才是 xAI 这场人事地震背后真正的震源。它关乎尊严，关乎信仰，更关乎 AI 技术路线的一场宗教战争。我们要把视线从银行账户移开，移向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新建基地。在那里你会发现，对于这群曾经仰望星空想解开宇宙奥秘的科学家来说，
被 SpaceX 收购不是进入了天堂，而是掉进了一个铺满黄金的地狱。没错，就是地狱。一个由不锈钢、液氧甲烷爆炸声和无尽代码审查构成的工程地狱。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刺耳。SpaceX 不应该是所有工程师的圣地吗？能在那里工作，能在火星飞船的代码库里留下一行 Comet， 那是多少人的梦想啊！但是朋友们，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认知错位。哪怕是对工程师来说 SpaceX 是天堂，但对于像 Tony Wu 和 Jimmy 这样子的顶尖 AI 科学家来说， SpaceX 的并购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我们先来看看 Tony Wu 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在 Google 的时候做的是 Manova， 他致力于解决的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是让 AI 通过逻辑推理证明那些困扰人类几百年的数学猜想。他追求的是真理，是 AGI 的那个 G， 也就是那个 General 通用性。但是当 XAI 并入 SpaceX 之后，他的工作变成了什么呢？据 XAI 的内幕消息传言， SpaceX 对于 XAI 最紧迫的需求根本不是什么理解宇宙的本质，而是极其具体极其枯燥的清洗数据。具体点说，是清洗猛禽发动机燃烧式压力传感器的噪声数据。你想想看，每秒钟几万次的震动，海量的传感器回传数据，里面混杂着各种电磁干扰和物理振动带来的毛刺。 SpaceX 需要 AI 做的就是把这些毛刺剔除掉，好让控制系统能够更精准地调节燃料阀门。这有价值吗？当然有，这关系到火箭能不能不炸，关系到飞船能不能入轨。但是让一个能发明 Transformer 变种架构，能设计 Grok 3推理引擎的大脑，去写这种数字力波的代码，去干这种高级管道工的活，这就像是什么？这就像是好比你请来了爱因斯坦，然后跟他说，你物理这么好，帮我去修一下家里的微波炉吧，火候老是不准。这就是侮辱。而且更让科学家绝望的是两种底层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在航天领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叫做 DO178C， 这是航空航天软件的圣经。它的核心逻辑只有两个确定：一行代码输进去，输出必须是100%可预测的，不能有哪怕0.001%的随机性。可是现在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概率，是统计学，是幻觉。模型输出的这波 token 可能这一秒是 A， 下一秒是 B。 当 XAI 的算法要上天， SpaceX 的工程主管会拿着 DO178C 的标准拍桌子，你的这个神经网络是黑盒，你能不能保证它在火星大气层进入的时候不会突然产生幻觉，把打开降落伞的指令误判成了打开燃料阀呢？科学家的回答，从概率上讲，只有10亿分之一的可能。不行，必须是0。在这种对话重复1000次之后，原本那个充满灵气、充满探索精神的实验室氛围里，就彻底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测试、验证、文档，是为了满足工程确定性而对 AI 创造力的阉割。所以 Tony Wu 走了，他不是不能干，他是不想在一个把 AI 当作智能螺丝刀的地方浪费他最宝贵的创造力巅峰期。如果说 Tony Wu 的离开是为了工作太无聊，那么 Jimmy 8的离开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技术真相，那就是在大神的眼里，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 Transformer 架构可能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我们来看 Jimmy 8的那句离职感言，只有短短几个字，却像是给整个 AI 行业扔下了一颗核弹。他说 It's time to recalibrate my great end， 是时候重新校准我的梯度了。不懂技术的朋友可能觉得这就是一句文绉绉的客套话，但我告诉你，在深度学习领域，
梯度这个词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是模型学习的方向，是算法优化的灵魂。基米巴是谁呢？他是优化算法的大师。当要优化大师说由于梯度出了问题，需要重新校准的时候，他在暗示什么？他在暗示当前这条靠堆算力、堆数据的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路线，虽然表面上看着热闹，实际上可能已经撞墙了。我们看看 Grok 4，没错， Grok 4的性能很强，特别是推理能力。但这种强是靠什么换来的呢？是靠把全世界的显卡都买来，把密西西比河的水都抽干来发电换来的。当我们在为 Grok 系列的数学准确率终于突破 93%甚至 95% 而欢呼的时候，基米巴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为了这最后的 1% 的提升，我们付出的算力成本是指数级的暴涨的，这叫边际效应递减。更可怕的是，作为 Transformer 架构的奠基人之一，他比谁都清楚这个架构的数学缺陷。现在的模型本质上还是在做一个下一个词的预测，它并没有真正产生逻辑，它是在模仿推理，而不是在真正的思考。如果要实现真正的 AGI， 靠现在这种大力出奇迹的方式是走不通的。我们需要新的数学范式，需要一种能自我纠错，能像人类一样进行长链条逻辑推演的新架构。也许是神经符号系统，也许是我们还不知道的某种东西。但是在 SpaceX 体系下的 XAI 还能允许它去搞这种颠覆性的极高风险的基础研究吗？不可能了。SpaceX 花了2500亿买下 XAI， 要的是一个能立刻用的发电厂，而不是一个可能10年不出成果的物理实验室。马斯克需要 Grok 马上变成产品，装进特斯拉，装进星链，装进擎天柱机器人里去变现，去干活。一个是极其稳定产出的商业帝国，一个是极其推倒重来的科学探索。这就好比马斯克在说，这台蒸汽机很好，把它造得更大一点，我们要用它来推火车。而基米巴却说，不，蒸汽机的效率已经到头了，我要去发明内燃机，甚至核反应堆。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这不仅仅是2个人的离职，这是 AI 发展史上的一个基点，它标志着大模型时代正在从百花齐放的探索期进入大炼钢铁时代。如果你想做基建，想当包工头，那你留在大厂，留在 XAI， 哪怕受点委屈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但如果你想做爱迪生，想做特斯拉，想发明那个点亮下一个100年的灯泡，你就必须离开。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那既然 Transformer 不行了，既然大厂不适合创新了，那这帮大神出来之后能干嘛呢？难道单枪匹马就能打败1万亿美金的巨头吗？问得好，但这恰恰是整个事件中最精彩、最让人热血沸腾的部分。如果你仔细品读 Tony Wu 离职推文里的另一个关键词 small team 小团队，你就会发现他不仅带走了脑子，还带走了一张通往下一个时代的藏宝图。这张图上写的不再是我们在过去3年里听腻了的1000亿参数和万卡激情，而是一个全新的能让资本疯狂、让巨头颤抖的新物种。此时此刻，在硅谷的风投圈里，资金的流向正在发生一个诡异的急速转向。现在你听到的高频词汇已经不再是算力基建或者万卡激情了，而是 agent 智能体。这就是 Tony Wu 手里那张藏宝图的核心。大家回想一下，在过去的3年里，硅谷的投资逻辑是什么？是大炼钢铁。谁能买到最多的英伟达显卡，谁能建起最大的数据中心， VC 就给谁投钱。 OpenAI、Anthropic、XAI 拿走了市场上 90% 的热钱。但是到了2026年的第一季度，资本的风向突然变了，投资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很恐怖的问题，
再往大模型里砸钱，边际收益太低了。这就像是造发电厂，电厂已经造得够大了，电费也够便宜了，但这就好比如果不去造电器，这电发出来给谁用呢？于是资金开始疯狂地从基建层撤离，涌向应用层，准确地说是涌向了垂直领域的超级智能体。这就是托尼吴在推文里提到的那个概念 Small team armed with AIs， 被 AI 武装的小团队。这句话的含金量可能比 XAI 整个公司的估值都要高，因为它定义了下一个10年的商业范式，人效比的指数级爆炸。以前你要做一个100亿美元的公司，你需要几千名员工，庞大的销售团队，复杂的管理层级。但 Agent 的时代，托尼吴告诉我们，也许只需要10个人，一个架构师加上9个顶尖的 AI Agent。 这9个 Agent， 一个负责写代码，一个负责搞法务，一个负责跑销售。他们不睡觉，不领工资，不交社保，而且他们调用的是像 Grok 这样人类最强的大脑。这种公司的战斗力是核武器级别的，他们不需要再去重复造轮子，去训练什么基础模型，他们只需要通过 API 连接上最强的大脑，然后用极致的工程能力去解决具体的行业痛点，比如用 AI 彻底重构法律合同审核，或者用 AI 自动完成复杂的生物制药流程。托尼吴离开 XAI 正是为了去抢占这个生态位。他很清楚，继续留在 XAI， 他只是那个维护发电厂的工程师，而走出来，他就是那个发明电灯泡、发明洗衣机、发明特斯拉的人。他要做的是利用现有的算力云鱼去构建一个能独立思考、独立执行任务的数字员工。根据最新的风投数据，2026年 Q1 垂直 Agent 领域的融资额预计将暴涨 45%， 而基础模型的融资额除了几家巨头还在抱团取暖，其他的几乎归零。所以看懂了吗？托尼吴和基米巴的离职不是失业，而是低位建仓。他们是在大模型时代的黄昏提前买入了 Agent 时代的黎明。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把所有的线索、财富的诱惑、工程的降维、技术的瓶颈、资本的转向构成一幅完整的拼图了。看着这份拼图，有人可能会问，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马斯克输了呢？众叛亲离，成孤家寡人了呢？或者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科学家们背叛了马斯克呢？拿了钱就跑，不讲武德呢？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太浅薄了。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切，既不是输赢，也不是背叛，它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关于人类文明走向的大分叉。在这个分岔路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种截然不同的英雄主义。一种是马斯克的英雄主义，他是帝国的缔造者，在他的眼里 AI 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Grok 只是他火星飞船上的一个零件，和他造的猛禽发动机、星链卫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的一切决策，甚至包括这次残酷的并购和清洗，都是为了下一个终极目标：生存。为了让人类在地球毁灭之前能把文明的火种备份到火星上去。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牺牲科学的优雅，可以牺牲个人的感受，甚至可以把一群天才变成高级管道工。因为在生存面前，真理是奢侈品。而另一种是托尼吴和基米巴的英雄主义，他们是真理的追求者。在他们眼里， AI 本身就是目的，解开智能的黑盒，找到数学的终极证明，创造出真正的有灵魂的 AGI， 这比移民火星更重要，比赚几亿美金更重要。他们不能容忍为了工程的稳定性而阉割思维的翅膀，他们不能接受为了清洗数据而浪费探索未知的时间。所以这注定是一场分道扬镳。马斯克带着他的火箭和工程军团向左走，去征服物理的宇宙，去建立星际帝国。科学家带着他们的代码和数学公式
向右走，去探索数字的宇宙，去创造硅基的灵魂。谁对谁错呢？没有对错。这就像是当年奥本海默和冯布劳恩的区别，一个想探索原子核的奥秘，一个想把火箭送上月球。人类文明想要晋级，这两个人我们都缺一不可。只是对于 xAI 这家公司来说，那个兼顾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浪漫时代彻底结束了。从今天起，它就是 SpaceX 的一个部门，一个高效、冷酷、强大的算力机器。而那些关于智慧、关于灵魂、关于数学之美的梦想，将被托尼·吴门装进背包，带出帕洛阿托的办公室，在硅谷的某个车库里重新生根发芽。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今天是你站在那个位置上，左手是 SpaceX 价值几千万美金的期权，是跟着马斯克去火星名垂青史的机会，但代价是你要日复一日的去清洗枯燥的数据。右手是一条充满未知的创业路，可能身败名裂，也可能创造出下一个时代的 AlphaGo。去定义什么是智慧，你会怎么选呢？是做一个富有的火星总督，还是做一个孤独的上帝代码编写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想看懂马斯克为什么拼了命的把 xAI 吞并进 SpaceX， 想知道那个关于逃离地球的终极计划，一定要去补课我2月4号发的那期视频，链接我放在这里。把那期视频和今天这期连起来看，你才会真正看懂这位钢铁侠的野心有多么的恐怖。好了，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咱们下期再见。